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岳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马上关注一下哦，因为今天看到中国大陆有宣布在平潭的牛山岛这边要进行实弹射击哦。那它其实距离台北市大概只有165公里左右。我们来这边看一下这个图哦。牛山岛距离台北市就是165公里哦。那其实牛山岛距离新竹是更近的哦，只有119公里。那目前在牛山岛这边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实弹射击，其实上周呢，这个联合利剑在上周一的时候也才刚落幕嘛，没想到事隔一周，这个福建平潭海事局又发布了航行警告，就说这附近在牛山岛沿海啊，要开始进行实弹射击。那时间是在今天的上午这个9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让一切的船舶是禁止驶入的。那我们看到，这其实牛山岛它其实算是福建省沿海的一个岛屿也隶属在平潭县这边。那这个岛呢，其实是中国大陆领海基点之一哦，它距离台北市非常的近，直线距离165。那包含了像是微博热搜啊、百度热榜啊，其实都有这相关的讯息。那甚至人家在讲说，这一次的这个平潭里面的实弹射击，里面有一支火箭部队，对于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哦。这是解放军72集团军的火箭炮兵第1旅1营2连。他同时也有参加到联合利剑2024B 的军演。那这一支火箭炮兵部队，它主要配置的是 PHL-16远程火箭。那其实，在2022年8月的军演的时候啊，那时候佩洛西的这个围台军演他曾经也对马祖、乌丘、东引还有离岛实施过远程火箭弹的这个射击演习。那其实这个 PHL-16呢，它就是车载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它可以携带2种就是携带8枚的370公里的火箭射程350公里或者是2枚750公里的火龙480战术弹道飞弹，那它这射程是有500公里，那射程是涵盖了整个台湾，换句话说，也是现在目前国防部监控最严密的一支部队那现在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平潭这边正在进行，所以大家在推测说，是不是就是火箭军正在演习当中呢？那再来我们看看，最近的一些动作，从9月份开始，其实福建大城湾就已经在进行联合登陆的演练。那当时呢，他们就是包含了2栖登陆训场以及距离澎湖大概235公里，距离台湾本岛的西部大概300公里这个地方来进行登陆的演练那其实看起来都是有步骤的。现在这个迹象越来越明确，就是大陆的围台以及对于美国的区域拒止的战术是更加的清晰，包含了如何登陆的演练，还有呢，这个9月25号。解放军也有向太平洋试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当时我们在节目上面也有讲到说大家推测是东风41那还有这个14号上个星期一的时候，联合利剑 B 的这个围台演习，围台演习的隔天，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去到了福建东山岛。那东山岛也算是对于台湾一个讯号因为大家想到说1953年的东山岛战役，当时我们的国军算是最后一次这个反攻大陆的这场战役所以是不是也是释放一些讯号给台湾知道呢？那17号的时候，习近平也去到了火箭军这边来视察，然后看到了东风26的弹道导弹来亮相。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向美国释放区域拒止的讯号？我们来看一下下方东风26B 又叫做关岛快递，它是全球唯一能够攻击5000公里目标的中程弹道飞弹。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东风41的射程最高呢是1.4万公里，那因此这样子去视察的动作，也是在告诉美国，你不要来干预到这个我们属于两岸之间的事情那10月21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子的航行警告以及实弹射击，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更完整的一个围台跟区域拒止的战术了。那大陆对于美国也是越来越加强硬因为昨天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绿媒，甚至是美国的媒体在
在讲说啊，这个美加的军舰哦，经过了台海，这是一个航行自由。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是强硬的回应了，这是在滋扰搅局。他说，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来挑衅、威胁中国主权跟安全。这也算是这个2年来第4度哦，美加这样子的经过。可是这一次算是讲话最严厉的一次回应哦。那美方他们其实在前一阵子也有公开了一些画面，就说解放军强势驱离的画面，那的确看出来，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的回应是更加的，就是你到我家门口来，我必须得要有一些更强硬的回击。那在东海上空呢，大陆的空军、海军的这个雄鹰某旅的苏35 Mk2 的战机哦，携带了强大的导弹拦截美军。那迎面就是8枚的热焰干扰弹，然后提醒说美军啊，我在警告你啊，你要赶快撤离。那美国现在是不是越退越后头呢？美国它跟这个日本的加贺号哦，就是到了圣地亚哥的近海这边，他们来进行一些这个起降，就垂直降落在加贺号这样的一个演练哦。10月份的时候，他们在这一个圣地亚哥的近海来进行这样 F-35B 的落舰画面，也曝光了这个相关的画面。可是问题是，现在中国大陆哦，已经呢有他们最新的超级雷达，对于 F-22、F-35的战机的隐形哦，恐怕是无所遁形了。在这超级雷达之下，隐形是可以破功的。所以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最新的报道，他说美军转变了印太战略哦，是不是以分散求生存呢？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升高印太地区这个遥远岛屿上面的这个飞机跑道啊，然后重建一些2战时期曾经用的机场，讲的就是天宁岛，然后寻求不再依赖几个大型的空军基地，可能是距离中国大陆比较近哦，所以他现在开始要把战机更加的分散，然后来增强应对中国大陆庞大的飞弹库能力。那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首先我要讲这个火箭炮，大概最不起眼的啊，但是对台湾威胁最大的是它。第一个它便宜，第二个射程呢可以达到500公里。换句话说，福建沿岸的这个火箭军呢，很轻易的就把台湾西海岸跟东海岸所有飞机场的跑道给你炸烂。然后每隔2-3小时再来一下，你修补都来不及。这什么意思呢？就会造成我们空军所有的飞机没办法起飞，在天上的巡逻机也没办法降落，没有跑道。我们不是直升机啊，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廉价的火箭炮，就让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建立的空军，在作战的时候不能发挥作用，所以这个是对台湾失去空优啊，它最廉价也最有效的武力，它不需要战斗机跟你对打，它把你跑道炸了。第二个，东风系列的飞弹呢，分3个层级。441是51打洲际飞弹，打美国的，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核子平衡。东风26、17是打关岛的这个第1岛链的拒止作战，第2岛链的拒止作战。那有了这个威胁以后，关岛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关岛的美军部队太集中，陆海空3军都有，潜舰也靠在那里。这么面积不大的一个岛，如果被这个东风27、17这种高音速的导弹打下去的话，那你损伤程度就很大，因为太密集嘛。所以他往天宁岛去疏散也是没有用，天宁岛也在关岛附近。所以就逼得美国在东南亚、东北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关岛就失去作用。所以逼得他要采取分散措施，分散措施就往第3岛链各个地方去分了。所以当年大家一直认为关岛是一个很作战的重要战略要域的话，现在也被东风系列的飞弹所破解。就是说你要参加台湾的拒止作战的话，那关岛这么重要一个基地就没有用了。再加上它很多是反舰飞弹，航母也进不来了。好，回过头来看最近的利剑，利剑跟 B 跟 A 什么不一样？利剑 A 只是围岛，利剑 B 是封锁，封锁里面带刺的。什么叫带刺呢？封锁分2种，一种叫长封，一种叫短封。什么叫长封呢？
我只用少数的战舰支持海巡，就封掉你台湾所有商船、货船的进出口，这就演变成一个穷台的问题了。就是说我这样封了，让你没有得吃的、没得喝的、没得燃料电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逼你要不要和谈？他很可能在封的中间给你3天时间回答你要不要谈。这就以封必和。如果还有一种呢，短封，我封了以后，接着你要反封锁，你要突围，你跟我战斗了，有了出兵的借口，大举犯台，大举犯台，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看东山岛的重要性。东山岛旁边就是这个大什么湾呢？大屿湾，那就是解放军的陆战队做2栖登陆演习的地方。那东山岛跟平潭岛，在96飞弹危机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军最重视的东西，因为那边搞大型军演，出海以后船头一掉，不是新竹就是台北啊。你知道他哪里登陆？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时间也很少。对，但是我们的衡量，他那个时候的兵力不足，登陆艇不足，所以我们说你只能犯外岛。我们那个时候作战中心放到外岛。现在人家兵力又足，他有4万吨的这个2栖登陆舰，有数千吨的这个几百条的这个小型中型的登陆舰，那就可以构成犯台的必要兵力。加上你前面空军不能用，海军被压制，他就顺利登陆。所以这些东西一连串来看，我们来看，这就是很完整的一个作战计划的一个演练。那除了封岛，除了这个空军，除了火箭炮，火箭炮可能是犯台跟封锁的第一发信号，那你空军就没有用。我们辛辛苦苦建了几十年的空军，就为了跑道没有而不能发挥战力，不能小视。好，来问赖老师。这一次的实弹射击来得快啊，然后那个针对性极强。您有没有注意到它的位置？它的位置就在平潭岛不到10公里左右，6、7公里啊，也就是它的打击面积区离平潭岛。平潭岛我们都知道它是对台的啊，很重要的，跟台商就是两岸之间的这个工业的基地啊，都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海底隧道，未来跟台湾的海底隧道就是从平潭岛来接了。不管接到台北还是接到新竹，就是从这个地方来，距离是最短的。然后它的实弹打击区就在离平潭岛这么富裕的一个岛屿旁边，6、7公里的地方，一个小方块就在这个地方打。那刚刚帅亮君已经介绍了，远香火你可以打300，可以打500公里。然后它的这个东风啊17、东风16，或者东风21，或者是东风26，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打1700公里的，可以打2000多公里的，可以打4000多公里。所以这次的实弹射击，我相信美国很多的国家都会在注意它从哪个地方。前段时间去了安徽，会不会从安徽的火箭军的基地里面往这个地方打？有没有可能在福建的一些远香火的往这个地方打？还有江西，还有江西，而且你会看它离平潭岛那么近，那它来做实弹射击，其实它就是告诉你我的精准度，我的各类型的导弹，还有我的精准度非常的高，作战的威力非常的强大。那请问一下，对于台湾的，刚刚帅亮君讲的，你台湾的各个军事基地、军事要塞，怎么有哪个地方打不到？更何况，他也在告诉美国跟日本，因为美国跟日本2年1度的这个美日的利剑演习，10月23号明天开始，一直到11月1号，这段时间这次的规模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日本出动了3万多，美国出动了1万多的军人，然后还要到哪里呢？还要到我们台湾宜兰附近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在这个地方，然后宫古岛要举行这个实弹演练，而且呢，美国还要把海马斯的导弹拉到这个石垣岛，拉到与那国岛，等于是你直接就对着台湾。那这样的话，它等于是美国跟日本，它展现的就是说，我是针对你中国大陆来，我要牵制你的军力，然后你如果对台湾怎么样，我要摆出一个阵势来。
美国的过去的演习给人家最长的记录就是演完了以后就不走了。你看这次到菲律宾去搞这个中程的导弹演习，演完了以后，中程导弹就放在那里了。过去海马斯不敢也不能够放在离台湾太近的地方，现在你不能排除他演习完以后就安置在那个地方。解放军的这一次的实弹演习，其实就告诉你，你放那里也没用，我在我的本岛都可以打到你。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针对性很强的一次军演，实弹射击。好，来问一下苑老师。我去过平潭多次哈，那么这个平潭是最有名的，就是它有一个63海里的到新竹外海。那大家平常的话都知道，那个金台高速啊、金台高速铁路啊，或是高速公路，就是从平潭出来要准备到新竹去接上去的。这个大家都，而且非常有可能就从这个，因为有北中南3条线的话呢，平潭是占据了一个高交通位置。那这次的实弹演习的话呢，前面2位这个军事前辈啊所讲的东西呢，我把它综合在一起来说。这个我觉得整个国际上的话呢，大家心里非常明白啊，就是大家各自在下场有关于军事的大棋。那其中的话呢，我从联合利剑2024B 开始讲起的话呢，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说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在这个之后的话，习近平到了这个安徽啊，去看一下视察这个火箭军啊，然后呢，这个联合起来的话呢，就讲到今天的，我们讲到这个平潭的这个实弹演习。那之前的话，《南海早报》里面强调，美国的这个西进四船跟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温哥华吧，这个舰艇啊，就是绕过台湾海峡。那次序的话呢，就是今年非常多，大陆习惯讲一句话，就是说习惯就好。啊，那么美国一直想要做习惯就好，但是这一次的反应就特别激烈。这个特别激烈，通常应该习惯的东西，结果非常不习惯。零件的反应的话呢，也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说大陆本身来讲的话呢，短程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资料，有关于在平潭350到500的距离，刚好就把整个台湾全部涵盖在一起。那么当然呢，刚刚帅将军也提到了，那个整个空军的话呢，就会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击。那另外的话呢，这个东风26、东风17、东风26的话呢，到5000，然后讲到关岛，然后再加上东风31、41甚至51的话，就可以到达12000、14000、15000的话呢，这种情况下会针对于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些现象的话呢，基本上说明了呢，我觉得对大陆来讲就是说，我不怕你，我不惹你，你也少来惹我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台湾在这个我不怕你的情况下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大家都把这个神经拉得很紧，要等到11月5号，我们6号会知道这个结果，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啊，大家要这个静观其变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台湾最好，现在全世界在聚焦，因为这个金砖峰会啊，恐怕会改变接下来全球的支付方式哦。是不是去美元化已经开响了这个第一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金砖峰会之前呢，中国大陆有一个好消息出来，说小米研制出了3奈米手机系统级的晶片哦，哇，这算是一个蛮大的突破哦。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快科技啊，还有第一财经都有报道这个消息，已经成功的突围了。已经在这个美国卡脖子的情况之下，终于做出了3奈米了吗？那这一回呢，金砖峰会哦，其实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也有相关消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哦，已经搭乘了专机前往喀山呢。那在这个喀山克里姆林宫这边的建筑群呢，我们也来看看这个画面哦。昨天已经点亮了这个金砖墙灯哦，然后以这个所有金砖，这现在已经叫做大金砖国家各国的语言来表示了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金砖哦。那金砖这个大金砖其实也预告着接下来是要变成。等于说全球南方多边主义不再是以美国美元
为单一价值的一个世界哦。那我们看看这个，其实蔡奇啊，还有王毅啊，也都陪同习近平这一回的出访。这一次的大金砖主张哦，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主要提出来的3个关键字，就是大金砖合作、全球南方、多边主义，来宣告着接下来的去美元化展开序幕。那我们看到克林姆林宫这个普钦哦，也说，这一次最主要就是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哦。那双方也要讨论到各领域的合作，以及国际还有地区的重大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其实不满意美元主导的地位哦，还有美国把这个经济变成一个武器化，动不动就是用制裁的方式哦。那所以很多人就想要赶快脱离这个美元系统里面。因此，对于这个金砖 Plus 来说的话，大家也是说这是挑战着美国跟西方主义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次大家这么瞩目的就是金砖支付的出现了。金砖国家推出了这样的新的支付平台哦。那其实我看到今天有一些台湾的一些学者啊、专家、财经专家都在讲说，台湾要留意哦，不能被边缘化。如果我们没有搭上这一波的这个金砖支付的话，台湾会变成在这样子的一个金砖支付体系外头的边缘人呢？那这是值得注意的哦。那南非的财政部长就有提到他说其实这个金砖支付不是要取代现有的系统，而是要促进这所有的金砖国家使用当地的货币来进行贸易。那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金砖国家的工商论坛里面，大家都开始这样子参与说，怎么样使用这样的金砖支付。我们来看看画面哦，在其实他们这个论坛期间呢，标有这个金砖支付标志的一些咖啡馆啊、商店啊，都已经可以开始测试金砖支付了。因此有很多金砖国家就在讲说，哇，这个已经奠基了一个新的国家支付系统的这个基石，而且还包含了9种货币哦，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这个方式，甚至还有黄金支付哦。那再来我们看看现在全球南方在这个大金砖底下感觉上面发展更加快速了。因为现在以整体的购买力评价计算来看的话，其实大金砖国家加起来已经是超过了 G7， 甚至呢对于全球经济成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50%哦。那所以这个全球南方等于是全球经济往前复苏的一个火车头跟发动机啊。那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汽车也在这一次的喀山金砖国家峰会里面吸引了非常多人的注意啊。就想说，哇，红旗车也现身其中哦，就是被这个环球的记者拍下来。他说真实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品牌现在出海的魅力啊。在俄罗斯现在有非常多人都喜欢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哦，因为在这一波的俄乌战争之后呢，其实他们不论任何方面，不论是家电，不论是汽车都开始转向使用中国大陆的品牌。然后根据统计呢，现在俄罗斯9月份的品牌销量前10名当中只有第1名是俄罗斯的汽车，其他9名全都是中国大陆的汽车品牌。那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交流非常的深呐。另外，广交会的第1期落幕，也发现到连中东的采购商也是大增哦。所以你看，现在沙烏地阿拉伯的 CEO 沙烏地阿美他们讲说现在非常看好中国，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以及他们现在这个石油的需求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更在深化双方的伙伴关系。那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怎么看金砖呢？我讲良心话，他现在面临说要改变世界上的这个所谓小院高墙，改回来多边贸易。这是要面对到欧美的抵制了。第二个，人民币的交易还是在5%以下。那美元的市场跟美国的所谓金融行动准则，跟美国的这个军事霸权之下，他们已经享受了快70-80年的优势。金砖呢是第一个站出来对抗这个东西。但是你说他一下子要有多大的成就，可能还要花时间。因为什么？以前这些小国家是军力完全被美国所威责之下，必须要服从美国做生意的游戏规则。那现在就是说，新的霸权出来了，俄罗斯跟中国可以去除你对美国军事霸权的威胁，就是说我不怕威胁了。第二个呢，那实际上
中国大陆的市场跟产品跟这些中东国家的这个市场慢慢可以拨过来，这是很好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这个金融战争这个仗还有的打，因为中国大陆手上还有很多亿的美钞啊，这个还没有完全美债都没卖完嘛，因为你跟欧美国家还要做生意嘛。对，所以这个支付系统啊是点的第一把火。就我们不要经过汇兑的剥削，美国银行的剥削，美国银行金融的炒作，养套杀那一套，每个国家都吃过这个苦头啊。所以参加金砖是有意愿的，但是这一个奋斗时间还得需要慢慢把这个系统整合出来，商贸量增加。我讲良心话，甚至有的国家已经开始以货易货，以货易物啊。你阿拉沙布地阿拉伯要建成，我换你多少石油进来，这都是在规避美元的这个宰制。所以我讲金砖是一个 rise up， 这个往上升的一个象征，就是看后面的操作能不能完全破解美国的这个金融霸权跟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行动规则、游戏规则他定嘛。现在美国最怕的就是我的游戏规则被你破坏嘛，对不对？对。所以金砖里面你不是完全没有隐忧了。那印度那个国家翻来覆去的，要不是俄罗斯治了他，可能他又倒到美国那边去了。所以好在就是说中国产品的市场太多了，中东、非洲、中南半岛、南美洲，这些都是美国的经济实力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而且它的产品货比货，人比人嘛，制度比制度。所以你看，第一个反应的是中东国家，因为同样的价钱可以买到更物美价廉的货品。对，所以汽车是打先锋，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啊。所以美国中国大陆生产是过剩的，它当然要找市场，对不对？再加上“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它也可以输出很多东西。所以金砖在上海什么和会啊？上合会，对，跟这个金砖的这个中央银行，那提供资金，所以这些都是诱因的。好，来请教赖老师。美国他们这次要修理俄罗斯啊，把俄罗斯赶出 SWIFT， 也就是说把 SWIFT 工具化之后啊，把世界绝大部分的发展中的国家都吓到了，包括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等这些富有的国家，他们全部都被吓到了，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在要去美元这种风险化，而且都有高度的意愿。那现在的金砖啊，它的 GDP 已经超过 G7 了，它的人口数啊占40%到45%，而且它每一年的经济的增长，它只会跟 G7 拉的差距是越来越开，也就是说，金砖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而 G7 相对它来讲越来越小，影响力越来越弱。对，那你想，当它的 GDP 这么的高，它的贸易额一直在升高的时候，那难道还要使用以美元为基础的 SWIFT 的这个系统？他们没有这个想法了。所以在这一次里面就比较有共识了。俄罗斯在主力推您刚介绍的那一套系统非常重要。目前来讲还没有发展出这个金砖币，所以没有实体的货币，它只能够是数位的。但是呢，我举个例子，假设我是大陆，我跟你俄罗斯买天然气，我跟你买了，然后我支付给你的是人民币，可是你收到的却是卢布，而你跟我买车子，然后我卖车子给你，你付的是卢布，我收到的是人民币，那这个是怎么来呢？这个就是金砖国家的央行本身做背书。那他们本身的本币交易的汇兑机制跟清算银行的机制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所以目前来讲都在数位化，所以你可以用手机数位直接买东西，你可以银行汇兑买东西，但是金砖的这9个国家，他们彼此之间在这一次确定之后就要开始推了。那中国大陆它的主张是要大金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了有20几个国家在排队。普丁他这一次的会议，因为本来金砖原本在今年的时候应该是11国，结果阿根廷、米莱极右翼的退出来了，结果沙特阿拉伯
他后来没兴趣走保险了。我判断应该是美国给他施加压力很大，可他没有退出，他只是取一个说我缓一点，我再慎重一点，再想一想。本来是沙特积极的要加入的，那现在他变成是往后退了一点，可是他没有退出来，所以目前是9个国家。但是普丁他办的时候，他邀请的含这9个国家总共42个国家，有20个国家的元首都来参加。所以对普丁来讲，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场秀。他也知道美国一定在迫害他，不让他把这个主场秀办好。习近平就硬挺啊，情义相挺。你看这一次去的时候，中国很看重这个，那在这里就推出大金砖计划了。那也就是说，准备要再度的扩容。目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那也就是欧亚的桥梁土耳其想加入。对，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石油大国也想加入。我个人倒觉得，在这一次未来定出这些方向之后美元的霸权地位会受到冲击，短时间消失不可能，但是冲击一定会发生。好，请教苑老师。我要强调一下大家要了解什么叫货币这个货币本身的话呢，为什么一张纸它会具有这种价值？美元的话呢，就是大家协议的，就是布莱顿森林的会议1944年的这个产生了今天这个美元独霸。那个时候美国一国的 GDP 是全世界1半以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拿到美元的话呢，就是美金在手我第一次看到美元的时候，摸在手上是我们家里有个朋友给我妈妈一张10块钱的美元，我就感觉上很不一样，因为那时候讲到10块美元就是400块台币是固定的所以大家心里要了解，就是说 BRICS Pay 的话呢，本身做的关键点的话，必须要回到货币当中。我觉得这里面有3件事可以讲了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大陆本身的立场就是会强调这个金砖国家的合作会这个强调这个全球南方，会强调这个多边主义。请大家注意多边主义的意思的话呢，就是 BRICS Pay 的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说呢，大家的支付系统呢不是只有 SWIFT 的一种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系上要做一些事情跟美国这边有往来需要用钱的时候呢，就要先把登记 SWIFT 号码，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code， 那个拿 code 每一个银行有它自己的固定的认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呢，美国的这个多边主义，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的，因为美国现在真正的霸权来自于美元计价。大家知道，美国人可以不用工作美国人只要领了美元以后最近不是马斯克讲嘛，你知道登记就记到什么名字的话，每天的话呢，就是登记就发100发100是属于宾州了，不在宾州的话发47你算算看这个多少钱？100块美元就是700块人民币，700块人民币的话呢，在大陆多好用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个是第2点，那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印度很吃味儿因为拿着印度的卢比亚，我看啥也买不到你拿了人民币的话呢，就可以买到东西。然后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说，那个沙特它就并不是完全不受美国的影响石油，因为它跟这个俄罗斯之间的话呢，基本能源的话呢，石油上来讲比较接近。但是我觉得说，金砖国家中那个要达到真正的用货币能够买到东西的，我看大概只有人民币了。因为其他的话呢，就是因为俄乌战争打了现在的话呢，快3年了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大家会发觉那个替代能源的话是有办法的那么真正的话无可替代。就大陆为什么在这个消息的介绍讲到大陆的一张很重要的名片，就是新能源车呢？大陆本身来讲也非常了解，就是说你的货币要有价值，让人家自动会采取你的货币的话那么基本上这是金砖国家中最重要的货币可能就是人民币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但印度很不爽，印度非常不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觉得
好，插播最新消息哦，刚刚看到这个半岛电视台有讲到说，现在真主党发动袭击哦，对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发动袭击，然后现在目前以色列宣布已经进入到了紧急的状态。那我们来看看，其实现在以色列因为加大火力哦，在对于这个真主党这边来持续进行攻击哦，甚至呢，昨天最新消息是，他还对于一些医院呢，作为一个攻击目标，贝鲁特的医院作为攻击目标。那他们现在讲说，这个医院的底下甚至还藏了，就是包含了现金、黄金，作为他们这些真主党的一些经费之用哦。那现在美国也在讲说，希望以色列赶紧来结束这一场黎巴嫩战争哦。但是他这个要求很奇怪，连美国官员都说看不下去哦。以色列上周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文件，然后呢，他们就讲说，这个其实要有2个条件，就是第一个是要准许他们的国防军在黎巴嫩积极的执法，第二是要准许呢他们能够在黎巴嫩的领空自由行动。美国的官员讲说，你这个会不会有点离谱啊？这已经是严重损害黎巴嫩的主权了。他们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你怎么可以提出这样子的要求？而且以色列是送到这个美国这边去说，这就是我的一个条件，所以美国也难以接受。那另一方面，加萨昨天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段画面呢，这个男孩子哦，他其实呢一直透过他的这个社群平台，然后向外发声。他是在加萨的一个男孩，那他其实也算是在这边一个大学，算是他们的知名的大学的医学，好像医学院的学生，他将来想要当医师哦，但他就对外发声说，希望就是世界各国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把他们这些加萨难民救出去。但没想到昨天他可能是在这个拍摄画面的时候，眼睁睁的大家就看到全世界这样看到他被活活烧死，因为刚好炮弹就是袭击了这边，然后也引发了很多的舆论，就说哇，这样子一个加萨青年就这样被活生生的被以色列的攻击致死了。那还不止如此哦，另外一个画面让大家觉得很惊恐，就是以色列强迫加萨平民要在坦克前面作为人肉盾牌，人家就指责他说，你这是违反了日内瓦的公约。所以这样子的以色列还不肯停手，这样的以色列还在加大火力，是谁纵容的？大家现在这样子看，是美国嘛？你美国还是一直在那边很弱的讲说，希望你能够停止，但是一方面又一直在给武器。我们看到现在连伊朗都已经开始进行一番军演。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他们讲说，现在俄罗斯、伊朗、阿曼他们现在在印度洋举行联合军演，他们就不等美国啦，觉得美国是已经偏袒以色列了，所以还有包含了一些观察员身份的，像是沙国、印度、泰国、巴基斯坦、卡达跟孟加拉都在这个等于说参与在这一场这个军演当中，可能这个中东的大战是不是快要一触即发？那连这个《华尔街日报》都讲到，华盛顿邮报他讲到，他说现在中东局势正在转变，以色列被抛弃哦，因为他现在看到了利雅得跟德黑兰，他们其实数十年来血流成河的斗争，现在已经是等于说化敌为友了，甚至他们还在本月份，波斯湾国家的外交部长首次跟这个伊朗的外长举行了集体的会晤哦，他们现在等于是决定携手是不是对抗以色列？那伊朗现在也这个发了一封函到联合国去说，拜登竟然已经批准了以色列的报复计划，甚至讲说只要以色列有任何动作，美国也应该要全部承担责任。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这个报复行动呢？你看问奥斯汀奥斯汀讲说，这个继续看下去，美国也不是很清楚啦，不知道说这个以色列要怎么样报复伊朗，但是你的这个萨德系统已经部署到以色列这边，说还都已经就位了，因此为什么大家对于美国这一次的做法这么的有国际上舆论的压力跟不以为然？但是马克宏这个角色又很奇妙，马克宏前一阵子讲得非常强硬就说我们不要再给以色列武器啦，这个绝对不能够忽视就是这个以色列现在对于联合国的决议你们是靠它建国的，讲得对以色列非常的强硬甚至要禁止以色列参加欧洲海军的防务展。结果后来以色列的外长就出来讲话，他说将会
会采取法律跟外交措施哦。如果你不让我们参加，我们是不可接受的。再加上以色列现在对于这个法国就是联黎的这个部队里面的包含了法国所在的地方，开始有这个有一些动火咯。那结果马克宏改口了，马克宏就说：“我是支持以色列的。”人家想说，马克宏的腰杆子也蛮软的哈。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我很早就怀疑马克宏。照理讲啊，从戴高乐建立这个战后的法国，就一直抗拒跟美国搞在一起。那么法国在这么多年也算是欧洲第一大国，无论它的武装部队啦、国防啦、武器啦，都算得上是欧洲里面的啊。他也常常在倡导欧洲要建立欧盟的军队。换句话说，他是唯一能够抵抗美国这个钳制的一个领袖。那马克宏上台以后，一下子反以色列，一下子支持以色列，真的像个变色龙一样的。你前一阵子还在讲，我要那个黎南的这个法国维和部队再受到威胁，我要派军队了，对不对？这个讲了很多，结果现在又支持美国。那以色列是你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你才在那边建国的，那就谴责以色列。现在又变了。第二个，我们看以色列打这个黎南的部队。打300多个目标，号称呢有个医院里上面有5亿美金跟黄金，但是你要把它拿出来给人家看呢。如果拿不出来的话，就是说你借口去打人家医院嘛，就跟他在加沙走廊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让你的伤患不能就医，让你的难民不能集中，这就是赶尽杀绝的一贯手段。第二个呢，现在刚好我上个礼拜就开始，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防空网破洞了。这几天你看，珍珠党无人机也进去了，这个火箭炮也进去了，炮弹也进去了。我相信最近可能也打到特拉维夫。我上个礼拜就预言，你的破洞一开，特拉维夫，因为你打的都是伊朗的民间的这个措施。伊朗以前还保持一个说，我只打你军事基地。现在你这样搞，趁你这个萨德破口的时候你进去。因为美国也急急忙忙，现在把萨德已经运到了，组装完了，我看再过1-2天，他的萨德也可以恢复了。但是各位观众，全世界任何萨德也好 ，S-400也好，爱国者也好，标6、标3也好，全世界的防空武器系统不会100%拦截到的。当初我们买这个爱国者的时候，就3发2发对1发，只能对飞机，还不见得能对飞弹。现在空中来往的战机已经是。不是最顶尖的东西，现在都是飞弹，而飞弹的防空飞弹都是3马赫、5马赫，来攻你的飞弹都是10马赫、18马赫、20马赫，所以将来这个防空系统算是一个决战的很重要的东西。第三个，这个美国这个男孩子被烧死这个画面，我的怀疑是不是白磷弹？一般的炮弹爆炸只是爆震波跟碎片把你给打死了，怎么会大火？身上会起火，只有2个可能，一个是烧夷弹，就是那个汽油弹，一个就是白磷弹。所以这种手段画面抛出来对以色列很不利哦。这个看起来就是说，一个一个年轻人好不容易逃难到这边进大学，结果你这种滥杀的手段，造成活生生在你面前烧死。这个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伊拉克还是伊朗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大眼睛的照片，都引起全世界的一个震撼嘛。那这个照片将来后遗症会很多。好，来请教赖老师。美国以英文为主体的媒体封锁了这个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这个战场中所做的这些暴行，也封锁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想，在很多的自媒体，在很多的媒体中，我们都看不到。台湾因为很依赖美国英语系的媒体，所以台湾也都有相当的一段时间都没有报道有关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暴行，而这些暴行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现在封锁不住了，画面出来了，如果他们要再用强力的方式来封锁，那这个会让人家很明确的感受到，原来美国的言论思想新闻自由是假的。因为他们事实上是施加了很多的压力，让他们的这些媒体都不要报道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暴行，而这个暴行让大家无法接受，是因为
这一位的年轻人，他是资优生，成绩非常的好。那他跟他的整个家根本跟哈马斯没有关，他们逃难到这个难民营，然后到难民营中，在医院里面，他还不断的在做视频，不断的求救，希望说能够让他到海外离开加沙去读书。那很多人很关心，也很同情这位年轻人跟他们家人的情形，结果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一个炮火下来，火势就这样烧，而且不止把这一位年轻人活活的烧死，他妈妈也活活的被烧死。他的爸爸唯一能做的，先把他的2个妹妹先救出去，救完了以后再冲回去的时候，他救不了了，因为全身都被烧到痛苦不堪的时候，他就只好祷告。那这个整个画面送出来，我相信很多人对于以色列的这些暴行，在战场中的暴行，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那另外的就是被把巴勒斯坦人当人质绑在坦克面前。以色列，你不是要证明你很骁勇善战吗？结果你把这些无辜的百姓摆在坦克面前，作为人肉盾牌来保护自己，可以去杀哈马斯，而让哈马斯不敢攻击你。这个是懦夫丢脸的行为啊！我们是最没办法接受，就是把一群百姓拉到前面，我可以用炮火去打你，你结果因为你是你自己的同胞，你不敢来打我，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现在画面封不住了，曝光了，我们都不晓得美国人的颜面摆在哪里。美国人跟西方人为什么在今天在整个世界影响力低成这个样子？大家都。当他们又要讲话的时候，就说你闭上你的臭嘴巴，因为没有人想再听你西方人、美国人、欧洲人你讲什么话，因为你们都是一群伪君子，虚伪到彻底的一群人。好，来请教岳老师。这个我自己觉得啊，我小的时候读书读到现在，学了很多价值啊，基本上都是骗人的话，就是讲这句话心里非常难过。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讲到一些普世价值啊，讲到永久和平啊，讲到理性面对这个世界发展的一切，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是非常混乱的。那我们就是仔细来谈一谈一些本质性的问题啊。本质性的问题就是说，美国对待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啊，长期来讲啊，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啊，产生了我不晓得以色列本身来讲是不是只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见过，因为马克龙这边讲到说是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这句话用中文听不出来差别啊，在英文当中是非常明显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是 anti-Zionist， 就大家可以查一下。反这个犹太主义的是 anti-Semitism 的，那个意义是很不一样的。那他讲这种话的话，把这个连在一起啊，这个犹太复国主义本身来讲，有很多地方是很情绪的、很疯狂的。我觉得说这个以色列本身用这种情绪的方式，因为我常常看到他们的国防部长加兰特啊，还有这个他们那个参谋总长的卡勒维啊什么的，他们在表达自己的这个立场上来讲，我觉得以色列内部有高度的共识。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点呢，是最近这个纳坦雅胡打电话给这个川普啊。然后呢，里面就强调这个川普本身呢，就是非常得意的把这消息泄露出来啊。然后里面的话呢，就讲话内容就是说，这个纳坦雅胡对于这个拜登啊，这个忽然支持，忽然反对啊，很不满啊。那个川普讲说，那你放心好了，我从头到尾就会支持。哎，我这一听的话呢，就发觉说这个悲剧啊，因为刚刚大家提到了这个优等生啊，里面所面对的一大堆的情况啊，被活活烧死，被在自己亲人面前看着他被烧死，而且一看那个样子，就是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赶快离开加沙嘛。那活在加沙那边的人，哪个人不愿意赶快能够早一点离开？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会觉得说。中东的问题啊，我觉得有2点吧。第一点的话呢，中东必然要发生大战啊，这个是跑不掉的啊，因为你讲到这个伊朗啊、沙特啊什么，因为沙特本身来讲的话呢，伊朗的这个什叶派教徒占10%，但是他们带种啊，现在跟以色列敢干的都是这个伊朗支持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呢，美国的这个态度上来讲，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这个反而把情况搞得更糟了。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啊。